遇刺惨遭多名壮汉蹂躏，事后又被活埋地下，一尸两命。为了报复这些作恶之人，他变成了怨气深重的厉鬼，专门在夜间四处游荡狩猎，被誉为东南亚最心狠手辣的凶残女。印尼恐怖片《活埋之怨》精彩。男人名叫萨特，现任一家公司高管。最近娇妻突然传来怀孕喜讯，男人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为了让孩子成为富二代，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。可公司里整日摸鱼的员工却三番五次的找他加薪升职，萨特被逼无奈大发雷霆。大背头担心失去固定工资，只得灰溜溜离开。由于萨特近日的积极表现，上司就把出国公干的机会交给了他。萨特想到怀孕的娇妻一脸不悦，但是为了家人的将来，他还是不舍得踏上了异国征程。殊不知这一去竟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点。大背头因为涨工资没有得到满足，就相约狐朋狗友到萨特家大扫荡。三个穷鬼听后高兴不已，于是一场罪恶就在酒瓶的碰撞中悄然诞生。当晚，妻子苏珊和三个仆人外出看电影，而这四个不速之客也趁机潜入了家中。就在几人尽兴的搜刮各种值钱物件时，苏珊却因身体不适提前返了回来。四人急忙跳窗逃跑，没想到这一幕却正巧被女人撞见，而他也凭借着主角光环从屋内逃到了屋外，但很快就因体力不支瘫倒在地。中分男试图将其活活砸死，可大背头却坚决反对。就在两人相互拉扯之时，蒙在脸上的手帕却掉了下来。同时苏珊也看清了几人的真面目。其他两人担心吃牢饭，不停抱怨。苏珊见状趁乱发起反击，没想到却在缠斗中被木棍穿透。不多时就因失血过多彻底凉凉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四人害怕不已。为了掩盖真相，毁尸灭迹，他们便将其埋进了自家后院。没想到在埋葬过程中，苏珊却突然睁开眼求救。原来她并没有彻底死透，可四人早已被罪恶蒙蔽心智，直接就将其活埋了起来。画面一转，苏珊从床上惊醒，本以为是一场噩梦，但背后出现的血窟窿却让她瞬间傻眼。想到冤死的自己和孩子，苏珊当即就决定开启复仇之路。于是，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她悄悄来到大胡子床边恐吓，直接就将其吓成了重度精神病。大背头认为他过度劳累产生了幻觉，就特意找来美女按摩师解乏，没想到对方却突然变成了苏珊模样。大胡子大叫着跑出房间，下一秒他就被女鬼呼唤到了工厂车间，本想与之决一死战，没想到却被恐怖苏珊吓得手忙脚乱，还意外按响了机器开关，机器立马开始运作，直接就将其送上了断头台。其他三人得知此事后，连夜找到巫师帮忙，对方掐指一算就知晓了来龙去脉。现在苏珊已变成了凶残厉鬼，她怨气深重，法力也极为高强，不仅可以肆意制造幻想，还能操控阴阳两界，干预人类世界。只有完成复仇之后，才会回到阴间投胎。巫师拿出护身符让三人保平安，没想到这对苏珊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，直接就来到三人身边蛊惑他们互相残杀。最终，中分男成功将一名同党送去了西天。很快，苏珊变成厉鬼的消息就传到了仆人耳朵里。为了验证主人身份，仆人将寿衣蒙在头上，没想到原本躺在床上熟睡的苏珊却瞬移到身旁。三人见此情景，被吓得连夜逃离了这里。与此同时，萨特也出差归来，两人许久未见，喜极而泣。可他却发现了不对劲，家中的仆人不辞而别，曾经的贤妻也变得古怪至极。热心的村民告诉他，苏珊已被恶鬼附身，正在四处杀人。萨特自然不会相信这些流言蜚语。与此同时，走投无路的大背头和中分男再次找到巫师搭救，对方说想要彻底消灭苏珊鬼魂，就必须先烧毁他的家，然后再当着他的面杀死萨特，只有这样他才会生无可恋，魂飞魄散。大背头想到一个妙计，他立马给萨特打去电话，告诉他苏珊已死，尸体就埋在后院。萨特半信半疑的来到埋尸处挖坑，没想到还真看到了妻子尸体。虽然他悲痛万分，但更让他痛恨的却是寄居家中的恶鬼。萨特认为是恶鬼幻化成妻子模样为非作歹，因为自己的妻子已经死去，不可能凭空出现。说完就直接将其赶了出去。苏珊来到后院，看到自己的尸体，明白丈夫已知晓一切。就在她不知所措之时，中分男突然出现，本想用盐巴驱赶邪祟，没想到对方毫发无伤，他却直接跌进了坟坑，陷入窘境。关键时刻，巫师又及时出现，在咒语的作用下，苏珊头痛欲裂。然而下一秒，与此同时，村民在大背头的蛊惑下，也举起火把来到了萨特家，房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萨特察觉不妙，急忙跑出来查看，却被村民告知，烧毁房子才是驱除恶鬼的最好办法。就在萨特愣怔之时，大背头又故作好人上前安慰，还说苏珊是被恶鬼所杀，冤魂至今没有归宿，希望他配合巫师杀死恶鬼，送苏珊回到阴间。萨特听后想都没想，就跟着大背头来到了巫师住所。苏珊看到丈夫到来，苦口婆心的劝他赶快离开，可萨特却呵斥他并非自己的妻子。殊不知中分男正拿着匕首悄然靠近，准备当着苏珊的面将他一刀毙命。就在他们的阴谋即将得逞之时，
苏珊直接说出了爱的宣言。萨特被感化，及时睁开眼，并从妻子的眼睛里看到了背后的危机。很快，他就将其恶人干倒在地，然后来到妻子跟前，拔掉封印鬼魂的降魔钉。恢复自由的苏珊发出最后的死亡诅咒，巫师自知不是对手，只得提前跑路。中分男见没有了守护神，慌张的四处乱跑，但无论他们跑到哪里，苏珊都会鬼影随形。巫师为了活命不断念诵咒语，但现在的苏珊根本不惧，直接就用树枝穿透了他的嘴巴。苏珊得意地发出阵阵鬼笑，然后又趁巫师不注意戳瞎了他的双眼，但他仍旧不善罢甘休，又将他变成又聋又瞎又哑的巫师。巫师无头苍蝇似的在树林中摸索，结果下一秒干掉巫师后，苏珊又找到中分男，中分男急忙躲进一间小屋藏了起来。就在他战战兢兢地向外看时，苏珊却突然闪现到门前。中分男被鬼影吓得魂飞魄散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根粗壮木棍又从天而降。在求生欲的驱使下，中分男哀求苏珊放自己一马。苏珊想到自己死去的孩子，直接将他活埋在了荒郊野岭。没想到复仇大计刚刚完成，苏珊就浑身无力地瘫倒在地。这时萨特也将大背头成功反杀，他急忙抱起爱妻忏悔，两人相拥在一起互诉衷肠。但苏珊已无力回天，只得怀着对萨特的深深不舍消散开来。而萨特也发现了自己身后的致命伤，此时他才想起搏斗中挨刀的场景，因为流血过多，萨特也当场死亡。而另一个世界，两人又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